最近有位超级亮眼的职业凯撒路选手，没错，就是我们的 MS 职业队当家凯撒路小花生。这一次跟我组成野开双人组了，对抗 S 对手，还有全服最强的刀锋宝贝。他用他超滑的佛罗伦打出43%的伤害。那到底有什么双排的新的打野的套路节奏，还有出装奥义魔纹呢？好好享受吧。看到对面在中路直接大招对面林地搭配小花生把他收掉，再看到克莱斯还没上市，再把克莱斯给拿下。这一次的精华不是给自己，而是小花生的弗洛伦，他一个人打刚刚是满血的，这个飞雷把他直接给单杀掉。我们再来个越塔，看到对面的飞雷不断的扛塔，回手再来有技能，再把对面两位英雄就这么收掉。看到对面的迪拉克又搭配小花生把他给收掉，再有一个对面克莱斯该打吗？坦克照样杀，而这些只是全片精华的九牛一毛。那我教大家呢不用学费，可是呢请在下方现在点个赞哦，大家，你的小小的点赞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支持，对，就是你哦，小兄弟。本节目没有人赞助播出。Hi everyone， 我是 Matt Team 的窝，这一次是窝拉了 MS。职业队当家凯撒路佛罗伦超强，而这一次也是玩佛罗伦的小花生一起来玩的实战解说。那小花生呢，他在职业赛场上的表现啊，用佛罗伦真的是滑到每都是上精华的啊，大家在精华上也很多时候会看到他。那我们这一次的实战解说也不例外，哇，秀起来吧，秀的太秀了。对面是飞类啊，这一版本的飞类也是十分的强。那这一把呢会是一个野凯的双人组啊，就是窝呢会是打野的啊，用刀锋宝贝啊，想了很久用什么造型，最新的造型又太贵了，那个黄来啊。那极光这个造型，我觉得真的很不错啊！这个造型以前到现在，你只需要花费少量的金钱，对比现在的造型了。那时候觉得很大量的一个金钱，不过现在就不会了。而给个镜头吧，这里滑起来了，小花生再滑，再给个镜头，就这么拿下首杀了，差不多是滴血五口的啊，神操作漂亮啊！那差不多4等呢，就去下路看一下能不能 gank 一波啊。那蹲点的这个技巧呢，大家如果觉得蹲那一波蹲的没什么意义了，马上就不用蹲了，继续的去发育，该干嘛干嘛。那看到小花生呢又滑起来，在2塔之间啊，哇，直接打成一个残血，马上过去支援。看到小兄弟可能有时候呢会蹲很久，那蹲很久，然后又没有什么的功用的话呢，反而是让自己掉了经济了。如果觉得打不成了，那一波马上就去做其他的事，比方说刚刚看到上路古龙什么资源啊，对面红爆区也是可以的话，马上就过去，而且这里又是可以一个大招把对面林地又收掉，看到对面克莱斯还没上市的也过去收掉，而看到汉雅小兄弟他马上呢退回塔内，特尔安纳斯哇，这个越塔把他人头就收掉。而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一把的刀锋呢，我们会出的是2野斧啊，不出野刀，为的就是这一把呢，我们偏向于一个进场型，然后可以扛伤啊，而不是主要输出位的一个打野。我们进场扛了伤，有被动之后，这里又看这波又单杀了对面飞类，哇！那再选到大风宝贝，你在野斧和野刀之间的选择就很看自己的队伍啊，输出量到底够不够。像这一把够的不得了，你出野斧的话，整个团队的阵容不一定要你来收割啊，你来刷有助攻，你的被动也是能够刷起来，能够让队伍赢。你的刀锋宝贝就已经成功了。2塔之间不断的这里打对面飞类，为的并不是说一定要把它给收了，而是尽量想把他的外塔直接拆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尝试换线。那这里他还来，我们不断的切，而这个时间的迪拉克也来了，我们这里秀起来搭配我们的小花生，把对面2颗人头
直接拿下，做到一个1换2，还外带对面上路的外塔，十分的赚啊！鞋子方面呢，我们挑选的是魔防鞋，而并不是雾防鞋。大家虽然可以看到对面是一个双射手的阵容，如果你出雾防鞋这一把，也是可以。可是如果你对到飞类这个英雄的话，有时候跟他对线，大家会出什么鞋子呢？窝窝呢，通常都是出魔防鞋的，也不止窝窝啊。其实对到飞类，很多小兄弟啊，高端的也好啊，职业联赛也好。你对到飞类，你出魔防鞋对他的话，他对你的控制并没有说的那么的大。那这样的话呢，他就不会一直可以不断的控你回血。那这里我们不断的去打，我们来这里越塔，收一个，再收一个，不断的 combo 起来，把对面2位英雄就这么的收掉，然后再把野区小野怪也不要浪费，给拿下，一手一技能加个速，对面追不到的啊。那我们回首这里，血量十分的残。那为什么刚刚逃脱的可以那么的快？而且呢，我们一技能加速，对面虽然有灵帝有加速，还是能够逃得掉。其实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古龙的被动啊。所以呢，有时候不要看到小野怪这些啊，或者是古龙。就没有这个争夺的意欲啊。反正地图上的物件，你身为一个打野，对面没有拿手，马上过去拿啊。这里我们想要去回包，看到灵帝，如果灵帝下来，马上就打他了。克莱斯有大招，先躲掉他大招。而这里呢，对面的克莱斯往得很前，PPC 我们继续往前滚，哇，有点危险，没所谓，我们还是要滑起来啊，跟我们的小花生不断的砍，把对面的迪拉克收掉之后。就不需要太糟心了，对面呢状况十分的好，反而是可以蹲一波，看一下没有再进场的机会。克莱斯这个时间点并没有技能，我们呢可以马上进去。可是队友小兄弟们没有要再进场的话，这一波就先退一退了。而在第3件装备方面呢，大家可以先出一个角斗士啊，因为呢对面这一把啊，你可以出了角斗士。物理穿透已经是在前期的时候就够了，然后你再把一个全能武器给合上去之后，再把你的破阵也好，天丛云也好，再度合上去。而钢枪的话呢，如果斧头一开始没有合到3阶的话，钢枪的被动比较难啊刷起来。而这里我们在2塔之间看一下能不能收掉对面的迪拉克啊，把他蓝 buff 蓝条直接打完之后，再把他人头收掉。而对面灵帝这个时间点，有个辅助的风痕文章的这个主动技能，那没所谓。PPC 我们进肚子，我们还是很健康的一个状况。可是克莱斯的大招呢，尽量等他完了，我们再看一下进场的机会。这里可以了啊，他大招完了，马上一个2技能过去扫他。然后呢，队友小兄弟时间点。这个时间点呢 ，PP 的状况也不好了啊，维拉也不太好了。我们可以马上把一些地图物件呢给打出来，比方说这个魔龙就是很好的一个地图资源，增加我们全队的经济啊。有时候呢，如果玩打野，如果是你是灵帝打野的话呢，你就是全队你最主要的输出啊，基本上。那如果你玩刀锋宝贝，很多时候你不一定要收割，你要扛伤害，有时候可能要扛伤害，要做一些呢，比较像工兵的事情，就是你不能说自己是工具人啊，可是你是一个有时候呢适当的干一些呢像坦克一样的事情。那这里我们直接看到对面灵帝把他人头呢收掉。这里我们把对面的飞类打成残血之后呢，这个时间点什么都不要浪费，红 buff 要拿的马上拿掉。对面灵帝这一把过得十分痛苦。而值得说的是对面这一队呢是灵帝刚好他是全服最强的刀锋宝贝而我们呢刚好这一把自己拿了一个刀锋宝贝然后把上路呢我们呢先守一下，
把一技能二技能，其实刀锋宝贝如果它整理兵线的速度还是算蛮快的，可是就是没有位移，不能像那克罗斯一样到了后期狂偷拆啊。那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他原本体质呢也是已经蛮不错可以扛了比较多的伤害，如果再加上能够多段的飞来飞去，那就太不公平了。那这里呢没有很好的进场机会对面呢这个时间点呢可以拉打得很好。那再说一下，我们呢出了全能武器之后呢，你就可以把我们的斧头呢给合上去，又或者你可以把王者之剑先出。那如果怕麻烦的小兄弟，不用啰嗦了，不用什么觉得很难呢，跟着右上角的图就可以了，树状图。这里呢小花生又收了对面的灵帝的人头，那对面真的也不是省油的灯那这一把呢我们可谓是真的要把节奏带得很快，把对面打野一旦收掉有一个缺口，马上呢就把凯撒给拿了。刚刚也是有什么缺口可以拿的经济就马上给拿了红 buff 蓝 buff， 刚刚大家也看到我们反了多少而天空巨龙这里呢，我们选择放在长线下路比较长的线。那刀锋宝贝这个英雄呢，你的王者之剑之后呢，你就可以出保命装，或者是呢你在觉得破防还是不够你就可以出一个天丛云之刃，破阵加上天丛云之刃。这里呢我为对面想要压中路，看一下没有进场的机会把迪拉克刷到他呢只剩下蓝条的被动，在不断的，即便对面克莱斯是坦克也要刷，能够输出就输出，没有其他人给你输出，我们可以集火克莱斯，也不太用怕他的。那话锋一转，我们呢就看到在红区有集结，一个直接砍对面的灵帝，把他人头收掉之后，飞类想要转起来，我们还是不断的砍，不断的粘他把他人头两位就这么的收下。回首呢，想要整理中路兵线，看看能不能一波维拉小兄弟这个时间点想要去带上路，其实不太需要了，可以尽情的一波也是可以直接呢杀到温泉去，把对面直接赢得这场游戏胜利。感谢大家收看，我是 Matt Team 的窝窝。那小花生这一把呢秀起来了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凯撒路选手。喜欢影片的话呢，别忘了订阅、点赞还有分享也希望小花生以后的职业生涯可以越来越好我们下次再见。